Hello， 大家好，我是薇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耽美。其实我也没有想说在魔法师之后这么快又聊一集相似的题材哈，但是最近《山河令》实在是太火了，有很多朋友都来跟我安利。那盛情难却吧，我就看了，一看吧我就上头了。这本书原著当然不用说哈，屁大出品，品质保证。然后演员演技也很在线，剧组各种细节也很走心。前两天点播大结局之后，很多山人都相约江湖再见。之前就有人问过我哈，灵魂拷问，说为什么那么多异性恋女生会喜欢看两个男人在一起的故事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下，为什么耽美那么受女生欢迎？原创耽美在国内火起来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吧，当时市面上最多的面向女性的通俗读物还是以琼瑶和席绢为代表的传统台湾言情。那这些作品有几个共同特点哈，就是文笔不错，但是人物脸谱化，情节套路化，全员恋爱脑。剧情呢，通常都是霸道总裁、商界精英或者是古代王爷爱上了傻白甜的女主，女主可以很弱很傻，但是一定要善良。女主通常都会在某次命中注定的交集中被男主发现，哇塞，这个女孩好单纯，好不做作，她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开启了追妻甜宠之路。当然哈，这些情节是好看的，所以才会从经典名著到通俗读物，从日本少女漫到韩国偶像剧，一直都经久不衰。但是在2000年前后接触到网络的那批女性读者，她们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这些被写过无数次的人设和套路，甚至感到有些腻歪。因为在这些古早言情里哈，男性通常是主动的强大的那一方，女性是被动的被拯救的一方。一个女性角色之所以值得被爱，多半是因为带有性别属性的品质，比如柔弱、单纯、善良。而且很多时候作品会用一些女主犯蠢、连累他人，或者像累赘一样依附于人，或者是缺乏常识、好心办坏事，诸如此类的情节来表现他们的柔弱、单纯、善良。作为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观众，读起来不但不会有代入感，反而有种地铁老人看手机的感觉。你觉不觉得你好过分哦？这一代女性网民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要和男性一起竞争，所以在他们看来，女性角色被强行降智、被低龄化、被塑造成弱者，来反衬男性角色的救世主形象和爱情的伟大，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于是耽美作为一个新兴的作品分类兴起，它首先满足了女性读者的这一诉求，就是想看势均力敌的爱情。两个男人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没有从属之分，他们各自可以独当一面，精神独立，不用哪一方被强行弱化。他们共同成长，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抗衡。他们不是因为某种带有性别属性的品质而喜欢对方，只会单纯因为人格的魅力而彼此吸引。第二，耽美作品的题材范围比言情要拓宽很多，可以是官场、盗墓，也可以是科幻、商战等等等等。那古早的言情作品呢，它为了表现女性的柔弱和单纯，其实很大程度上它限制了题材的选择和男女之间的对手戏。在古早言情里面，你不会看到一个弱女子去打僵尸、挖地道、开挖掘机，女主角主要任务就是谈恋爱，大部分篇幅都是各种误会，爱来爱去，所谓的工作呀、事业呀存在都只是为了推动感情戏发展。但两个男主角就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限制，所以题材新颖很多，还可以把更多内容放在搞视野和剧情上，作品立意更深，格局更大，把网络文学的水准大大提高了。那除了这两点以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哈，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同性之间相处更加的自然和默契。以前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哈，他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呢，东西方对于异性之间的恋爱态度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追求心灵的统一和灵魂的契合，感情越是深入，就越想充分理解对方，也就需要更大的激情和创造力去克服男女之间天然的差异。这种激情是灵感的源泉，但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可以说是有害无益的。那相反，东方文化它推崇的是一种稳定、高效、有纪律的男女关系，它不推崇那种灵与肉的爱情。我们的传统主张男女有别，自古以来就是男人们出去工作，女人们在家做家务，下了班，男人们也愿意在外面寻找消遣，守着老婆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
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被隔离开了，夫妻之间也没有多少话说。在这样的文化里呢，男女结合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在婚姻里面，双方只要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不要求有什么心灵上的契合。而同性在一起的时间却多得多，彼此理解，有说有笑，有情有义的，多半都是在同性集团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呢，东方人在面对异性的时候会有所保留和压抑，他不会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想法，还不如和同性在一起来得自然。所以耽美里面描述的那种亲密无间、毫无保留的感情，那种两个灵魂之间的吸引，恰好是传统异性恋所欠缺的，在生活中并不多见。但这种爱情观正好是现代女性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所向往的爱情模式。尤其当这种爱情发生在两个男性之间的时候，一方面更能满足女性观众的好奇和想象，一方面又有一种作为旁观者的安全感和可控感。当然，喜欢看耽美的最后一点就是颜值啦。阿文，啊？喝酒了？喝。最后，如果从耽美作品的风格演变来看的话，也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即使是两个男主角，也会有明显的强弱之分、从属之分，换个性别也说得通。然后故事套路也和传统言行差不多。但是逐渐，双方势均力敌的作品越来越多，开始占据主流。到了现在，最受欢迎的耽美作品已经完全摆脱了古早言情的影子，实现了那种分开各自精彩，在一起天下无敌的双主角的特色。所以耽美作品在异性恋女性中的流行和演变，也正好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过程。那这10年间呢，社会上关于父权社会、女权的讨论也是前所未有的热烈。耽美题材最辉煌的时候是在12年前左右，在那之后呢，新一代的言情作品又卷土重来了。这一次，他吸取了之前的失败教训，开始塑造强大独立的女性角色，重新获得女性网友的青睐。过去几年，荧幕上都被大女主作品占领了。这些作品不再拘泥于原来的情情爱爱的小格局，女主角们也不再是柔弱单纯的从属地位，而是美貌实力并存，智商情商在线，既可以和男性一争高下，也有能力守护对自己重要的人。再到后面，甚至出现了无 CP 的作品，完全摒弃了感情线，女主一人独美，全部篇幅都在搞事业挣大钱。记住了，我叫司藤。所以，与其说女性观众喜欢看两个男人谈恋爱，倒不如说他们逐渐意识到父权文化对于性别的定位并不平等，从而开始反感社会所鼓励的那种传统女性的形象。他们已经具备了和男性平等对话的视角，自然也就渴望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更灵肉契合的相处方式。而耽美作品里的爱情观呢，就是这一种期待的体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也欢迎大家的一键3连，我们下次再见。